好，我们书接上回，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网站的一些优化设置。那今天的话，我们把矛头指向了 Cloudflare， 因为它作为我们第一层代理，就是我们的用户访问我们的网站第一站先到我们的 Cloudflare。DNS 这个地方，我们开启了小云朵。开启小云朵的意思就是我们隐藏了自己的原站 IP， 并且我们走 Cloudflare 免费的 CDN 服务。比方说你有香港的用户访问你的网站，那他就会走 Cloudflare 最近的香港的边缘节点。那如果有美国的客户呢，他会去在美国的 Cloudflare 的节点进行缓存你的网站，在全球各地访问速度都飞快。今天的话，我们就主要来讲这块的缓存机制。我继续当大家已经全部调优好了，并且了解我们上一期 Nginx 该如何调整。那我们再重温一下，来到你的服务器上，到我们的 Home 目录 Comfort.d， 这里面就有我们网站的配置文件。点开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开起来把这个井号去掉就可以了。这个是 Fast CGI Cache， 保存一下，因为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已经编排好了，所以你只需要开这个开关就行了。这样的话，你就有Fast CGI 的缓存，就是后端来的数据全部缓存在 Nginx。调整好以后呢，我们回到服务器这边31清理站点缓存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让它回到一个最原始的状态。你第一次访问可能会慢一点，但是随后你再去访问的话，速度就会更快了。其实它已经把这个页面已经打包处理好了，其他的用户再访问这个页面，它就不会再到后端去拿数据再处理、再合成、再提供给用户了，它就少了这一部分，所以已经被我们的 Nginx 进行缓存了。这还没完因为我们今天要牵扯到 CDN， 牵扯到 Cloudflare， 所以我们让 Nginx 再轻松一点，把 Nginx 的这些缓存到我们的 CDN 上，缓存到我们的 Cloudflare 上。如果你不设置任何的话，还是走原站的缓存。我们如何验证它还是走原站的缓存呢？服务器上 Linux 上你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输入 curl-i 大写的 i， 然后连上你带 https 的格式的域名进行回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打印很多请求头的信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层，这个是 Cloudflare 的 cache，目前 Cloudflare 是动态生成的，并没有进行一个缓存。OK， 动态生成就会影响你站点的一个速度。那目前的 Cloudflare 这边就没有帮我们做缓存，而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是分为两种缓存，一种是服务端的缓存，一种是客户端的缓存。客户端就是我们的浏览器自己的一个缓存。那这两种缓存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服务器缓存呢，就是存在服务器上，它不用再到后端再去合成、再去处理，然后直接提供给你成品。那客户端的缓存呢，这些类型的文件告诉浏览器缓存在本地，不要再找我要了，它就会按照你这个时间进行缓存。比方说30天，30天以后，它才会去找服务器说，我这个资源已经过时了，你再给我新的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尤其是像图片样式这些你缓存在浏览器上，不用再每次到服务器去拉新的图片，会省很多资源。就相当于是一个请求标识头是双方服务器和客户端做的一个协商我们就按照这个格式来处理资源缓存情况。那我们接下来来设置 Cloudflare 的缓存机制。Cloudflare 的后台这边选择缓存缓存下面有一个这个 Cache Rolling 添加一个规则。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所有的请求都进行缓存，这个是最傻瓜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边缘 TTL， 就是边缘的缓存，是浏览器的 TTL， 是客户端的缓存。那所以它在这块就已经做了区分。点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使用我们原服务器的一个缓存协商进行缓存。如果这个请求头没有缓存的话，它就是不缓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选择默认的。第二个呢，就是 Cloudflare 强行给你
一个缓存，让你再回原站了。即使没有缓存，它也不回原站。那最后一个呢，完全交由 Cloudflare， 就不走请求头的协商了，帮你固定所有的请求进行缓存。那我们默认的话，一般就选择第一个就行了。第一个完了以后，我们这边添加一些状态码，因为有些状态码我们是不允许它进行缓存的，会影响我们站点的一个呈现。选择一个范围，我们这边选择100这块呢，选择499。为什么499呢？就是500以下的状态码，我们都让它缓存2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呢，用户再请求的话，就会到原站，然后去拉取 CF 这边再进行一次缓存，就是2小时一个周期，可以实时更新我们的数据。如果你说我的网站长时间不更新的话，你可以调得更长。你比方说我5天让它不更新啊，都是可以的。死缓存的一个概念就不够灵活。站点呢经常会更新一些文章，可以调到最短2小时。这个规则啊，我们需要大于多少等于多少。对，我们从500开始，500呢到999，那就是大于500的，我们给它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给它一个无缓存的一个操作。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可能我们在网站不稳定的时候，或者网站宕机的时候，谈503、504或者500这样的一些报错，那这个报错一旦缓存了啊，那有可能就缓存好几个小时。你的原站已经恢复了，但是 Cloudflare 这边呢还帮你在缓存着，这样对你访问是非常不利的，非常不友好的。出错500以上的状态码，我们都用无缓存的状态来支撑。那现在的这个状态呢，是我这段时间整理的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啊，当然不是最终的。我们录节目不会说是我们全部搞定了，给你录一个完整的，是一定是持续优化、持续分享。边缘 TTL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再接下来我们来看浏览器的 TTL。浏览器的 TTL 跟着我们原站的 TTL 走。我们让它哪些东西缓存，它就哪些东西缓存。就比方说图片啊，我们就让它缓存在浏览器上，这样每次我们就不需要让它再到服务器去拿图片了，可以直接保存了。其他的设置我们都不需要啊，其他我们设置暂时都不需要。缓存规则就已经添加好了，这样的一个命令来去访问我们的原站 URL， 我们回车。那这时候我们 Cloudflare 这边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刚才上面是动态生成的这块呢，现在是直接从原站拿数据。为什么直接从原站拿数据呢？是因为它第一次缓存的第一次，它一定是从原站拿数据的。那这时候我们再访问它一下，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 HIT。这个 HIT 又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我们 Cloudflare 已经帮我们为这个页面进行了缓存，为这个 URL 进行了缓存，并且是200的响应，那它就会缓存这个页面2个小时。但你 Nginx 那边可能发生变化了，那也要等2个小时以后，它才会自动获取生效。我们怎么让它立刻生效呢？就比方说我们改了一堆东西了，我想现在看效果。第一步啊，脚本进去1031，先要清理你 Nginx 的缓存，让它生效。所以这些缓存就给你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麻烦，因为它不够及时，但是它足够高性能、高效，这是2种取舍。让它把 Nginx 的缓存清理一下。我们再回到 Cloudflare， 概述以后配置缓存，把这个全部清掉。新的用户在访问的时候呢，又会变成 miss， 因为他要从原站再去拿新的数据啊。这2层缓存大家一定要清理掉，才能保证你的站点能拉取到最新的数据，好吧？这时候我们再回来啊，我们再访问一下这个 URL， 它这个缓存已经失效了，再回车，它又变成了 HIT 啊。只要变成 HIT 呢，它就缓存上了。我们以后再频繁的输入 URL， 它永远就是 HIT。我们可以通过 Chrome 浏览器的分析工具 F12 啊，来到这块 Worker，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缓存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它这个页面呢是已经被缓存了的啊，其实跟我们刚才 CURL 那边反映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到 IT 狗这边来测一下网站速度啊，我也没测过，试一下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速度。我们缓存好以后呢，它这边就变得更绿了，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随机 URL， 看它也同样是比较绿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说 WordPress 只要用这种随机路径在 IT 狗上，那必然就是会很卡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呢，就所有的都已经缓存了，包括404也都缓存了。所以就不会存在特别卡的一种情况，除非有人攻击你，还是会导致你网站的高负载。当然高负载，如果你有 IP 拉黑啊，或者说你有对应的防御策略，其实对你的影响不会特别大。OK， 我们来到这个测试工具，把我们刚才优化的网址放进来，点击，我们看能打多少分。不知道咱这优化一整子视频算不算是一种成果展示。我们这个优化还是不错的，是 A 最高的，这些延迟啊各方面挺优秀啊，这一套组合拳走下来。好啦，那这就是又一期跟网站相关的调优啊。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把矛头指向了 Cloudflare 的 CDN 缓存技术，帮助大家更快的去提升网站的性能。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